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引述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匿名官员的话称，这架 A50预警机是被乌 S-200导弹系统击落的。有美国战略专家认为，乌方此时公布这一消息，有向美西方争取更多军援的目的。俄乌冲突正式进入第3个年头，种种迹象显示冲突前景并不明朗。2024年作为超级大选年，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等都将进行领导人换届选举，不仅对全球地缘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会给俄乌冲突增添变数。有分析认为，对于已经决定参选连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当前俄军拿下乌东重镇阿夫杰耶夫卡，是他寻求连任最好的业绩。俄罗斯需要乘胜而上，而在大选之后，俄罗斯可能加大对乌东兵力投送，前线战事有可能更激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美国总统大选对于乌克兰来说命运攸关，因为民主共和两党的人气选手拜登和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以及是否继续军援乌克兰方面的看法截然不同。特朗普自公开决定参选以来，多次表示不赞成向海外提供更多援助。If I'm president, I will have that war settled in one day, 24 hours. 更令乌克兰不安的是，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的领先优势正在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比拜登高出了6个百分点。It's not just here in the U.S. where people are closely watching the race for the White House. A Ukrainian lawmaker warns their country could be finished if they don't continue receiving funding from the U.S. A topic the Republican candidates disagree on is against sending more money.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采访时表示，仍不能理解特朗普如何能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I can't understand how it can be. H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tragedy with me. Yes, of course. I will explain everything, and he will explain what his thoughts. Maybe he has some ideas. I don't know, but he will see what's going on. 而俄乌冲突2周年当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4位西方领导人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宣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称，第一笔45亿欧元将于3月份支付，并表示欧盟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弹药和防空系统。俄乌冲突久拖不决，也让国际社会倍感焦虑。在23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第78届联大主席弗朗西斯指出，俄乌冲突带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安理会公开会上，中方表示，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呈现长期化、复杂化、扩大化的态势。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令人痛惜，也值得深刻反思。中方将继续为推动乌克兰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做出不懈努力。我们呼吁有关方采取负责任态度，以建设性的外交努力，推动局势降级缓和，为重启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不要人为设置障碍，增添阻力，更不要输送武器，拱火浇油，借机渔利。好，再来关注美国大选。据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测算和报道，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4号举行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中胜出，而特朗普和拜登的互对还在继续。当地时间23号，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模仿起了拜登的找不到路的这样的一个样子。24号，共和党初选转战南卡罗来纳州，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继续挑战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南卡罗来纳州可以说是黑利的主场，他去联合国赴任前就是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他在该州投入大量资源造势拉票，希望在主场阻延特朗普前进势头。Do we really want to go and be a country in disarray and a world on fire and have two candidates in their 80s? When we need someone who can serve 8 years, day and night, get our country back on track, no vendettas, no drama, just real result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尽管特朗普被一系列法律问题缠身，但他在共和党内地位稳固。今年该党初选开始以来未尝败绩。此前在南卡罗来纳州民调中，特朗普也大幅领先于黑利。据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测算和报道，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4号举行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中胜出，而特朗普在迄今为止的每场党内初选中都保持连胜，他有可能在下个月内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特朗普在支持者面前春风得意，但此前被判3.55亿美元罚款的事儿却让他有点头疼。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的律师指责裁决法官不合时宜地急于执行判决，在裁决后几天就提交了一份提案供法官签署。律师还表示，被告请求法院暂停执行该判决30天，以保护被告的上诉权利，并确保判决后有序推进相关法律程序。对此，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恩格隆22号在给特朗普律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拒绝了这一要求。So Trump had asked for this delay because of the magnitude, this $355 million judgment. And the judge said that he did not provide, as he put it, he failed to explain, much less justify any basis for a delay. And this was because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had written up a proposed judgment, and they were saying they wanted some time to look at it. The judge is saying this matches my order exactly. 特朗普和拜登互对则已经成为美国大选的别样风景。当地时间2月23号，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对自己的支持者发表演讲时，再次模仿拜登找不到路的时候的样子，引发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You ever notice he starts off strong? Within about 2 minutes, he can't talk anymore. And then he walks off. You ever notice he always goes like this? Then he comes back up to the mic, and he's looking, he's totally lost. There's stairs all over the place. He can go there, there, here. He always goes like this. 此前，特朗普曾在加州等多地举办的公开活动中模仿过拜登迷路的桥段。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活动上，特朗普还嘲笑说，对拜登来说11月将很不容易，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不知道他能否挨到起跑的大门。根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最新调查，约70%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对第二个任期来说太老了，62%的受访者对其第二任期的身体状况评价为负面，64%的人对其智力状况评价为负面。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总统，如果他赢得2024年大选，那么将在82岁就职，在86岁结束第二个任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也只是比拜登小了4岁而已。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继续在香港调研。昨天正值元宵佳节，他的行程很接地气，早午餐到酒楼饮早茶，下午到狮子山公园打卡。此前一天，夏宝龙在与立法会议员的交流中就提到，中央一直支持香港发展，香港是国家的掌上明珠，并强调国家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